处理好了。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突如天却剧痛，如若雨如其时巨恐，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，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，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哪里战斗，寻找机会对手，准备夹在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陈留下向万物行，带领历史功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上天下地为我疯，人是恶源头，年绕我心头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其实悔不当初，化身为兴起极乐行之物。各位，这是碧游村的资料。碧游村是艺人村落，与普通人世界隔绝，其位置隐秘，建村半年左右。奇怪的是，近3个月内，碧游村的村民人数大量增加。你们抓捕后移交给总部的3个艺人，和跟夏柳青交手的艺人，都被证实是来自碧游村的村民。但有一个点值得注意，他们的艺人身份都没有录入系统。资料显示，都是普通人。接到陈总任务之前，我们确实处理过几个抢劫犯，现在看起来应该也是来自这个碧游村。这么多来路不明的艺人，看来这次行动应该有不少惊喜。总部还有什么指示吗？没有。这是要全权交给我们处理了吗？总部有点奇怪啊。不过他们决定让临时工来处理，而不是直接对我们动手，说明总部内有人对我们持观望态度。信任不多，但1点就够了。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1点信任。你小子还挺能拿主意的，心眼还挺多，应该说是双商结高。大哥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爸爸。啊？你说什么啊？你是认真的？我要是你爸爸的话，就夸你一句，儿子，好样的。你是初中的，叫我黑寡就行。本来没想露面的，干咱们这一行啊，朋友越少越好。说不定哪天在座的各位就能成为我任务的目标。万一让我喜欢上你们，那可就糟了。肖哥，我喜欢这家伙。就是你把那家伙的法器弄破的吗？为啥子不直接抓住陈朵？你以为那是件普通的法器啊？那3次几乎耗光了我的力气。看你的手段应该是远程攻击，为什么突然选择露面了？
原本啊，没想到会那么复杂，但我不能老躲着你们吧。好样的！我要是你爸爸的话，就夸你一句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好样的！好样的！你们找我赔是吧？阿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二壮，你也跟他们一样学坏了啊？好样的，一下就猜出是我了。大家放心上我这车，这车没问题，无人驾驶而已啦。碧游村距离太远，骑自行车可不行。这也太周到了吧，连车子都安排好了。这个东北的妹子真是神秘又体贴，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。我们这5个临时工都露面了，就差你们了。什么时候我们也碰一面？啊？切，少自恋了，让一让。宝儿姐，你帮我把音响关了。儿子就长大。二壮，你这么神通广大，再给我们搞点碧游村的资料呗。这总部给的对的信息实在太少了。球儿，看来你很担心这个碧游村啊。能不担心吗？你跟宝宝遇到的那个艺人，手里的法器可以自如的切换器的形态，靠自身功力的话，那要相当水平才可以。那件法器可以做到，说明这就不是一般的货色。炼器师本来就少，能够炼制高品质的就更少了。自从我们行动以来遇到的那几个艺人，那手里的法器就多得跟不要钱似的。然后呢？看来你是一点也不了解炼器师啊。这所谓的炼器师，精力都放在了炼制各种奇异法器上，所以大多自身都不给力，因此他们更愿意挂靠某个组织和势力。那些势力和组织呢，也很愿意接收他们，毕竟有机会拿到好东西嘛。这炼器师极其稀缺，就算是唐门和天下会这样的势力，也就只有一个炼器师。当尘土的那些人，手里的法器那是不计其数。这碧游村里是一个怎样的炼器师团队，我虽然想象不出来，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他们绝不是小打小闹。公司对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毫无察觉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隐秘的信息。怪哥，有什么内部的消息，给我们透露透露呗？没有。啊？怪哥看起来很有门道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这路中的任妃任小姐和手下的临时工的关系那可是出了名的好。一开始我是无法理解，但如今见了怪哥，我是彻底服了。怪哥，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呗。经验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天赋。我干的事啊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。年轻人一定要脚踏实地，别老想着投机取巧。陆北的，你也一样。我什么都没问啊。没问也有你。怪儿哥的话听着，总不会吃亏。
好啊，姐，这个碧游村看起来有点古怪，进去之后咱俩别分开，我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各位，这个山洞就是进入碧游村的入口了。确定碧游村在这里面吗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我们这来错地方了吧？这里看上去像个世外桃源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一般这种看起来越安全的地方，其实越危险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我们包装包装。喂，哪位啊？旅途怎么样？下一站去哪决定了吗？你是谁？没定下来的话，可以来我这里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先红，人机百炼马本在的后人。我们这些8奇迹的传人，应该聚在一起做些事情了。找错人了吧？你先别急着拒绝，考虑考虑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一个朋友诸葛青，应该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。考虑好了联系我，随时恭候。喂，老秦。老王，有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问候问候你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儿，或者是遇到什么奇怪的人？麻烦嘛，倒谈不上。不过奇怪的人，倒是遇到。还要和他去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见一个奇怪的村长呢。前方事故多发，请小心驾驶。前方事故多发，请小心驾驶。这是我的声音，怎么样？挺好听的吧？神经病！怎么，他们不会也找到你了吧？这些人来路不明，目的也不明，太危险了。他们危险，我也不安全。老秦啊，这个……老王，给你打电话过来，谢了。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情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突如天却剧痛，如若欲入即是巨恐，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，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，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暴力战斗，寻找击败对手，准备夹在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谁留下向万物行，带领历史动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相对下地为我疯，人是恶源头，年绕我心头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即使悔不当初，化身为
这头倔驴的反应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他执意要来，没办法，我也只能跟过来了。这么说，你是担心那个村长把我当成麻烦给收拾了，才赶过来的？算是吧。老王啊，其实你不用这样的，不用觉得赢我一次，就好像对不起我似的。说实话，我的确对你打败我的手段耿耿于怀，但那是我要解决的心病，和你没关系。我还真有点对不住你。其实，我本来可以不赢你的。一人演武大会之前，我在内景中看到了天师必有一劫。可到了山上，我才发现那一劫的具体应验，其实是在你身上。为了让张楚岚顺利晋级，老天师一定会在暗中对你下绊子。你会败给张楚岚，可凭你的聪明，一定会有所察觉。若是张扬出去，就会导致老天师身败名裂。你这么个小孩，不值得搭上老天师。所以啊，我就替他把你给收拾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老天师是躲过了一劫，可我的行为对你造成的影响却是负面的。抱歉啊。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何如点却绝痛，如若欲入即是巨空，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，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，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巴黎战斗，寻找击败对手，准备夹在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。神流下向万物星，带领历史攻，大慈大悲现野兽，相对下地为我疯。人是恶缘斗，年肉我心斗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即使悔不当初，化身为星际极乐星之物。秦老弟，冒昧的请你过来，是有些问题想请教。来，正好带你参观一下。好啊，太好了。秦老弟，10个奇门9个风，有这个说法吧？的确，内景的挑战非比寻常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如驾驭。那如果道行不够深的人进入内景会怎么样？内者心也，景者象也。初学者进入会体验到很难以名状的快感，你会心想事成，你会无所不能，你会舍不得那种快感，但很有可能在现实中迷失自己。那有没有办法进行引导？其实我也有在进一步探索内景的深层奥秘，只是没有合适的方式和途径。哎呀，秦老弟，你要是能早一点来这个村子就好了。好了，走的差不多了。这个炉子，你觉得它怎么样？确实厉害。那你想不想试一试，用一用这个炉子？这位是赵大姐，这是她儿子。村长，这是？他叫赵念，原本是个上班族，不知道从哪儿修了一门捡来的奇门术法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又是一个想变成艺人的普通人。也可以这么说。
但不幸的是，他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。这位母亲为了唤醒儿子，来到碧游村，想要得到修身炉的帮助。我原本不想打扰你，但内景不是我的专长。赵念这几天生命体征越来越不平稳，所以只好请你帮忙了。诸葛先生，村长说您能救我儿子，求求您帮帮我们吧。阿远，你先起来。诸葛先生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救还是不救，你决定。行吧，我早就想试试这个炉子了，我该怎么做？秦老弟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其实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已经通过修身炉做过很多努力。我想重塑修身炉中人的经脉状态。没用的，他们的经脉运行没有问题，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意识里面走丢了而已。但是换一个角度，内景是由经脉构建，借助这个炉子，它甚至可以将你跟赵念的经脉贯通一体，从而达到内景共享。对，所以才需要秦老弟你的帮忙。有意思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告诉我操作的方法。修身炉会帮你准备好一切的，你只需要把赵念大哥带出来就可以了。秦老弟，你进入的不仅是他的内境，也是你自己的内境。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喂，老六，把衣服拿来。小公子，别怕。这个衣服管用了吗？草开始停止腐烂了。憋死我了！老孟啊，真是有手段啊！廖千惠的杀手锏让你整得服服帖帖的。我没做什么，只是这个小姑娘诡异的很啊。我说什么她都照做，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。另外，我发现洞里的生物没有受到毒虫的影响，应该是跟洞壁上涂的密咒有关。我回去看看。好，我先带她回去，有消息了马上联系。好，走了，小姑娘。走了。
小姑娘，第一次坐车吗？内心总会有一种的声音，突如天却绝痛，如若欲入其实巨空，恐惧不过是林中的痛，人生不过是一场的梦，事物操纵情绪的怒，执着来自无解的苦，行善本是同一种的路。巴黎颤抖，寻找心扉对手，魑魅夹带小菜头，满足我胃口，侵略下向万物星，带领历史宫，大慈大悲显野兽，上对下地为我疯，人是恶源头，年绕我心头，我信我自由。起来，其实悔不当初，化身为兴起喜乐行之物。安保，尔德通总部直接管辖的特殊机构，兼具医院、研究所、监狱等功能，秘密等级、防御等级极高，拥有强大的医疗资源，同时也是研究异人界各种疑难杂症、超自然现象、超自然能量的研究所，还是一间守护着异人界正义的监狱。专门跑安保来看他，老孟，你还很关心他吗？看上去15、16岁的样子，跟我女儿差不多大，放心不下呢吧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是一句话都不说。其实他有一定的语言能力，所以才能听懂我们的指令。落网的那些药仙会的成员，我们也审过，这帮杂碎。除了艺术外，就没给他灌输一点人类该有的认知，所以这孩子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是人。来，姐姐帮你换衣服。不，应该说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。我原来以为他是药仙会训练出来的最强毒师，我错了。这孩子就是毒的培养皿。来，姐姐帮您把衣服换一下。既然把他收了安保，就一定会对他负责到底。跟姐姐走吧。小姑娘，
你一定饿了吧？吃吧。小姑娘，吃啊。奇怪了，之前明明好好的，很听话的。你这不吃不喝可不行。廖头，臭姑娘啊！拿芝麻来。是。廖头，你看，潘小人。廖头，我换好了。等等。这姑娘的血液里有剧毒，密封处理。我从落网的药仙会的成员里打听到了一些东西。这个药仙会的创始人是个神经病，他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不是人，更不是神和仙，而是毒。一种极为特殊的毒，他们把这种毒奉为圣物，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传承下去。他们对能够练习这种毒术的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。世子神顽气粗，又无知无畏。2至3岁时，药仙会的成员就开始教授他们最基本的语言认知。加几关？认知不必多。开发出他们能够理解毒术的能力就可以。天性也好，人性也好，通通都要抹去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只有练习毒术。最终，即毒术之大成者，毒神圣童诞生了。麻药剂量已经给到最大了，但是他好像没什么反应。如果再加大剂量的话，我怕会有生命危险。那就不麻醉了，救人要紧。